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一个烫发的一个技术板块。那首先呢，因为这个头发它本身是比较短啊，比较短。然后呢，在这个烫发之前呢，我们做一些颜色啊，就是让这个头发呢看起来稍微通透一点。还是延续着我们的一个烫发的一个系统。那这边呢，我会用到还是一个乳变烫的一个方法，让我们的头发的质感以及它的一个还原度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头发上呢要去，因为它这个头发之前做过就是我们刚刚做一个这个颜色，所以说因为为了防止头发的颜色掉色，所以说我们在涂抹药水之前呢，会先涂一些还原霜也就是说蛋白这种保护头发的一个产品。其实每一个操作流程都有它的一个目的性所以说呢，你要记住，所有的流程都是为了最后的结果最后结果。然后呢，我们这边呢也会用到一个药水，那药水呢还是乳状的药水。在药水里面呢，因为它是这个头发呢是比较健康的算然后所以说呢，我们在去调配药水的时候，没有去加入更多的水分稀释它的一个浓度，只是加了一点点。首先在涂抹药水之前，我们接下来开始先涂抹我们的还原。还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涂抹越健康的头发，我们涂抹的量呢不要太多，要稍微少一点点。OK， 还是一样的，我们先把头发呢简单的梳顺就可以了。做这个目的就是锁水，因为大家都知道，头发就像我们的人的皮肤一样的，当头发没有水分的时候呢，它自然的还原度就会弱一点点；当我们的头发水分多的时候呢，它还原度会更好一点点。那为什么你们在家里一直做冷烫的时候要让客人去打弹力素，对吧？弹力素不就是一个锁水的功能吗？所以说你在烫发的时候，保证头发的水分的控制，它就能够更好的做到一个还原。基本上停留时间呢是没有固定的，像头发健康的时候呢我们停留时间短一点。如果头发很受损的时候，我们涂抹的时候呢，视头发变硬为标准，就是你涂抹完以后，头发它慢慢变硬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涂抹药水了。像这种头发差不多停留3-5分钟就可以了3-5分钟，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去涂抹我们的一个药水OK， 接下来到我们的一个药水的一个软化的一个操作流程。首先呢，我们从我们的社区开始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药水示范记住，在两侧涂抹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技巧，就是两侧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因为头发细所以说我们会有一点空间这是一个小细节然后这个头发呢，涂抹已经完成，谢谢大家。OK， 这个头发呢，就是差不多就是我们的软化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呢，我这边呢判断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方法一种呢是拿的是根数比较多3-5根、5-6根。去拉到它一倍1倍到1.5倍1.5倍一种呢是拿一根头发，只要能拉出就是你拉出1倍，拿一根头发拉出1倍，然后快速回弹过去，它有点小波纹，就是我们的已经软化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这个头发已经可以了，因为这个头发我们刚刚在做风格的一些诊断，或者就是他个人喜欢度，他不大喜欢卷的就是我们烫完头发以后，因为它需要一些波纹感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卷。所以说呢，我们的操作整个流程软化已经到这边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最后来到我们的一个排杠的方式其实这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先烫再剪？因为通常我们在沙龙的时候，第一个要么头发特别受损的时候，像类似于我们前面一个视频特别受损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是先烫再去剪。
然后呢，或者客人需求的是一些纹理感啊，不要太卷的时候，我会选择先去烫再去剪。那如果客人在家里他选择要去做偏卷一点，那第一个呢，我们会先剪完再去烫；第二个呢，会选择杠距上面去选择偏小一点点，比路标的去小一点点啊。所以说呢，在沙龙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啊。首先呢，我们开始做一个卷杠。那在卷杠的时候呢，同时呢，我们会在里面去做一个乳变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一些还原剂啊，再去加水去喷在头发上，让它在我们等会卷完杠子加热的时候呢，它在里面做一个蠕动啊，让我们的蛋白有一个更好的填充啊。接下来我们开始就来到了一个卷杠啊。OK， 我们首先呢在头顶上分了一个方形的一个这个分区面啊。如果我们头骨是偏宽的呢，我们可能分一个梯形面，然后前面的这个点呢在瞳孔线上啊，然后首先我们从顶部开始卷杠，因为我们整个头顶上呢需要带一点点松散的，所以说我们卷杠是顺毛流啊，是顺着毛流的方向去向前去进杠啊，然后我们先去喷下我们的这个还原啊，水加还原剂，再一次做修护。可能细心的小伙伴们可能会发现这一次的流程跟前面2个视频的烫发流程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根据不同的发质，根据不同的一个效果啊，乳变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呢，会有一个乳变的一个功能，一个操作，也会有一个蝶变的一个操作，它两者之间呢，它可能会有关系，但是有一点区别的啊，它是根据你要的一个结果。首先好 ，OK， 我们开始进杠。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侧面。然后到后部的位置有一个细节，我们厚度呢会稍微的再厚一点点。为什么？当我们发片越厚的时候，它的成卷率就会低一点点。比如说我这个位置它不需要它太卷啊，可能烫出来就是一个弧度。然后角度你会发现这边是有落差了。
这边呢不要用斜向后，一定要斜向前，斜向后这个位置很鼓啊。继续，记住这边的角度，你会发现我比这边要低了，因为这个位置不需要它蓬。一定要分斜向前，如果你做斜向后分区啊，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就鼓起来了？顺着毛流是不是就鼓起来了？好，整个头发的排杠呢已经完成了啊，已经完成。其实一个是非常简单的啊，类似于就是标准杠一样的一个排杠啊，但是在这个里面也会有很多一些细节，发片的厚薄度以及它的一个方向性啊。然后这个头发呢，我们会去用飞碟也好，反正加热器去包裹保鲜膜去加热啊。这个里面是没有药水的，现在啊是通过完全是还原剂啊加水去做一个乳变，然后加热10分钟，10分钟以后冷却。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低饮水了啊。OK， 谢谢大家。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商业乳变烫的一个操作的最后的结果。其实你会发现啊，我们在之前的视频跟这个视频的操作方法是有点不一样的啊。一个是蝶变，一个是乳变。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发型呢，它取消了一个弧度。你可以现在我们从侧面去看啊，然后我们来仔细看啊，然后你看这个位置，它顶部是不是只有像我们做完一个造型的感觉呢？是不是有一个向后的，然后鬓角的位置是不是有向前的啊？所以说我们等会儿把这个后区的位置把下区剪短，那上面这个头发呢，它就会有一点点弧线啊。然后后区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后面是不是很长啊，很乱，对吧？因为我们也要剪的。但是你看到上面，我们如果把下面，你看我们把下面用手托住它，你会发现啊，我们来去抖动它，是不是上面就会有一点纹理啊？有点纹理啊，这边也是一样的。头发呢，它是有一个弧线的啊，有一个弧度的。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它是有点什么向前的，对吧？然后从正面去看，这个时候我们把头发往前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像一些八字刘海啊，八字刘海？那这是我们做一个造型烫的一个方法，其实真的是非常实用的。你举例，如果你在家里碰到一些头发很炸的，对吧？你可以先用夹板去夹，夹完以后再去做乳变，再去卷杠子啊，这样的它的发质呢也会变好。当然，每一个操作流程它的出来的一个结果都是有变的。那这样的头发呢，我们用蝶变的方法去做呢，它的卷度一定会放大。那放大不就是我们做造型的这个功能嘛，对吧？那如果我们用我们之前那个视频的这个操作流程，它的卷度会会卷一点点。这看你怎么去分配，就是我怎么去通过我的技术，然后通过我设计，那给到客人啊。所以说我希望在不同的操作里面，你一定要多思考，我需要它是什么，我用什么方法，用一个什么合适的这个操作流程给到。那这样的话，在家里呢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好，接下来我开始要去做一个裁剪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操作。那首先呢，我们再去剪发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客人的素材。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他的头骨是下区非常窄这个位置，然后呢，他的发际线是非常不规则，然后呢，他如果不烫啊，他会有点往外炸啊。因为头发发质比较硬，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会用亮感分配。首先，大家知道，我们剪完头发，它的头发是不是向前有包裹脖子的功能会更好看一点？那我们不能往后走，所以说我们在裁剪的过程里面呢，一定要去考虑这些因素啊。首先，我们这个位置首先我们去定一个长度，看一下我们长度落点
通常呢，我们在这个落点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烫完以后，它是有弧线的啊，有弧线的啊，所以说头发是变软的啊。定这个长度的位置呢，你想想看，这是我们的发际线，对吧？这是我们分区高度，那我们就把它定到哪里呢？定到从分区高度枕骨我们后部枕骨点的位置啊，最粗的位置到发际线1/2处啊，1/2处。那有了这个长度以后呢，我们开始横向拿发片，制造一个短到长向前的力。好，然后把所有头发向上提升，用定点的技术继续。这样呢，剪完以后呢，它的推力是不是就容易往前去走啊？就容易往前去走啊。然后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全部带起来啊，带到那个高度就行了啊。我为了大家看见，所以说我的切割再不换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斜线，把下面长的呢先剪掉一点，继续，还是微微的向后靠一点点，因为这个模特的发际线非常的低啊，所以说我们等会要做去角啊，非常低。好，相同的方法。另外一侧，这边呢也是啊，一样的斜向前，先把下面长的呢位置呢剪掉一点点啊，微微向后靠一点点，继续。那这边呢，我们不是一个堆积的切口，它是一个去除的切口，也是外斜面的。所以说，因为我要知道这个位置的收紧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头发向前梳理，向前梳理，把过长的位置先剪掉一点点，制造一个向上扬的力啊，然后开始做去角，向后梳，把内侧的长的位置呢剪掉一点点，向前再梳，把内侧好，剪完以后呢，它会听话一点点。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好，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相同的方式，向上扬。注意啊，在剪头发的时候，客人的头位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向上扬。然后呢，再向后梳啊，这个发际线特别低啊，就说如果剪得不好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呢它就容易翘啊，容易怼起来。好，经过我们的一个修理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后部区就剪好了啊，后部就剪好了。然后这条弧线正好它延伸它的下巴啊，下巴。下面等会呢，在干发的时候呢，去做一下打薄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我会用斜向后的方法分区。好，接下来继续梳到我们的耳朵中间的水平线，从侧往后走，做收窄头骨的这个面。好，继续。既然剪了头发呢，它的头骨的这个立体感会更强。两边呢做一个收紧，继续逐渐提升一点点，收紧。这样呢，它的后头部的饱满度呢就会出来了，从短到长的一个延伸。继续，逐渐提升角度，剪不到就不剪啊。好，这个面你会发现就剪好了，斜向后，一样的从两侧向后起刀，拉到耳孔的高度啊，拉到耳孔的高度。
剪到它剪不到为止。OK， 继续。逐渐提升一点点，切口前高后低。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面，你会发现啊，收进去了，啊，收进去了，后头部饱满度也有啊，也有。好，继续，一样的，再角度高一点点，能剪到就剪啊。OK。然后这样呢，我们剪完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后面，你会发现头骨是不是变得很立体啊？该有饱满度的地方有饱满度。这个时候我们用手去抖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表面是不是有纹理感？啊，表面是不是有纹理感？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烫发啊，造型烫。当我们后区裁剪完成以后呢，我们开始剪侧区啊，侧区单独的区域单独去修剪，分到它转角位啊，转角位。就是呢，这个时候我会采用斜向后的分片，微微斜向后，还是做一个渐增啊，还是做个渐增。这个时候呢，抬头侧头很重要啊，然后梳子从下往上啊梳理，设定长度，看一下颧骨的位置啊，颧骨的位置，角度提升，颧骨的位置啊，提升。切口是前短后长，延伸后区，梳下来以后，就出来了。继续斜向后，这边呢，我们继续从上往下梳，跟随我们之前所修剪的这个引导线。好，跟随 ，OK， 好，继续，是不是很简单啊？非常简单。但是呢，这些呢都是在之前在设计的时候啊要去考虑的问题。OK， 那这个面呢，面感呢就出来了。当然，它平时可以挂耳后。挂耳后，好，接下来来到另一边的一个修剪啊，跟之前的方法是一样的。那我们烫头发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头发的形体啊流向更加明显啊。那当然烫卷呢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啊，一样的向后，微微斜向后啊，微微斜向后。夹住，那所设定长度呢，还是跟另外一边一样的。我们这边呢，先设定一个到它颧骨的位置啊。然后看一下两侧的长度是不是一致，好，差不多。接下来一样的方式，当然我建议呢，你在家里裁剪的时候呢，先放长一点点啊。好，一样的头抬起来，继续，梳子从下至上，切口平行划分线，延伸。好，剪完以后梳理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感觉啊？是的，就可以裁剪了。一样的，斜向后。好，第二层呢，我们还是按照OK， 那第二层呢，还是按照第一层的方式啊去修剪，梳下来，看到基础线，好，OK， 继续，记住啊，这个角不能剪掉啊，这个角不能剪掉，所以说你角度不能低，角度越低呢，越容易拿掉下面的头发。
延伸后面。好，这样呢，我们整个这个侧区我们就完成了啊。然后边缘线不干净的位置呢，在我们刚放的时候做一些微调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我们整个前部的顶区的一个修剪。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当我们上去不剪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整个形体是不是修剪完以后它已经很漂亮了啊？这是我们在裁剪的时候，所以说我们整个发型的底托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把头发呢做一个斜向后的分区啊，斜向后分区，用圆的概念，因为我们的流线想要它什么向后走这种流向，所以说我们把头发如果向后带，那前面很长，它就会向前跑啊。OK。首先，我们从前面去梳下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导线的长度。那其实在这个它的一个脸型上呢，前面的长度呢其实是不可以修剪的太多的啊。我们稍微修掉一点点它的刘海，因为它之前的刘海是比较短的，是不是你短刘海留起来的？哦，难怪啊，它是短刘海留起来的。所以说呢，不要一下剪得很短啊。所以说我们开始从我们的哪里呢？从我们的眼角线上的转角位开始，作为一个引导的一个参照点。好，拉起来。就说我前面的这个长度基本上是没有去剪到啊，然后看一下，不要着急，看一下这个位置梳下来以后，哎，它有没有一个比较流畅的流向向后？如果有了，那是我们就开始向后修剪。继续，记住这个时候上与下不要去考虑衔接的问题啊。头抬起来，对，好。继续向后，你会发现我们的分区线从斜一点慢慢变平一点点了，它是一个多点的一个分区啊，为了去迎合它前后的一个长度、形状、层次的关系衔接。然后这时候我们的角度呢要再次什么提高一点点，找到我们的引导，继续向后，然后继续向后。这个时候来看一下，那我们的鬓角，然后整个头发呢，它就有一个向后的流向出来了。好，继续，记住这边的分区会越来越平，带弧线的啊。很多人在剪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如果你全部是一个斜向后、斜向后这样的，那你一直往前带，是不是后面就剪不到了啊？就前后不好连接了。记住，一样的，继续。还是要再一次的拉高角度，制造表面的哪里？制造表面的层次动感，不要老是拉那么低。好，继续保持合位就行了。继续向后，随时要调整啊头位，因为客人也好，我的模特也好，他们都是非专业。他们不了解剪发的这种细节，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设计师来说，一定要去考虑的。好，好，这个感觉呢就已经有了。好，前面刘海是向后的这种流向。另外一侧呢也是同样的方式，那我们角度从低慢慢到高，然后分区线从斜一点慢慢变平一点，做一个多点的。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目的，我再重复一下，就是为了层次。形状的衔接，好，一样的梳下来以后，然后呢，找到我们哪里呢？眼尾的位置，就是转角的位置，因为它前面的刘海是本来是短一点的啊，所以说呢，你不能按照短的去剪个西瓜太郎。好，继续按照转角位置的头发长度，然后做一个前后的衔接，好，梳下来看一下，哎，这个感觉呢，向后、向前，看一下这个力啊，是不是对的？所以剪头发呢，一定要考虑问题，这样的话就流畅了。继续，分区呢再平一点点，多点啊，不是一点放式啊，是多点的。然后这个时候角度呢就不要再那么低了，再低的话上面是不是很重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的角度呢要什么提起来一点，头抬好 ，OK， 提起来，好，找到我们的引导，继续向后延伸，
OK， 那这个时候呢，这种感觉呢，好就有了。继续，还要平一点点啊，弧形了，带些弧形了啊，带些弧形了，再拉高，能剪就剪，剪不到就不剪啊。OK， 然后呢，最后一片就是左右两边，我们把角度拉起来，看一下啊，基本上差不多。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表面呢有一些纹理啊，我们用手去抖动的时候，它有纹理啊，有纹理感，好，是有纹理感，就很随意。你可以打湿发感，对吧？你也可以把头发吹干，就像很多像 ins 上，对吧？是不是有点湿发感的也有？啊，然后头发吹干的也有，你看这种头发呢就很自然啊。那整个头发的一个裁剪呢结构到这边就结束了啊。然后我们看梳下来看一下，哎，我看一下这种感觉。啊，该需要它饱满的位置饱满啊。但这种流线呢，你看，我们用手去抖动一下，你看是不是就出来了？啊，当然它吹干以后，你打一些湿发品会更加明显的啊。然后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吹干以后做一个修饰的一个板块。我希望呢，从结构到修饰呢，你都要去考虑，因为一个头发没有结构也不行，没有修饰也不行，它是两者结合的啊。OK， 谢谢大家。OK，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的呈现。那我们在刚刚在之前最早去做一个风格这个诊断的时候呢，它都是以冬季为多，然后春天也有。所以说呢，在冬季型的时候呢，它颜色要穿的是纯色的，还是偏亮色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它的耳钉呢，它会有一个也是有角的。然后整个主要是以发型为主。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侧面的感觉轮廓。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里面又打了一些什么带有丝状感的一些造型品。那所以说你看，现在它的纹路感呢会比较清晰一点点，对吧？当然你可以再打湿一点，就是纯湿发的也可以。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效果，这个都是完全是没有吹过吹风的，就是纯粹是靠我们烫发，然后经过一些湿发品的一个结合，那才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感觉好像像电造型过一样的，其实真不是，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叫造型烫，跟之前的一些烫发的一个东西呢，一些理念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冬季型的人物呢，他会显得比较高冷，那也会有骨感一点点。然后春天呢会带一点可爱，所以说呢，你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需要再酷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头发再去做的这个湿一点点。就会纹路感更加卷一点点，然后如果你要带一些春天的元素呢，就自然一点点，这个可以平时吹干干，稍微打点精油，就是这种亮发的精油，增加一下质感就可以了。还挺喜欢吗？挺喜欢的。这个是发自他内心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有了一个好的技术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呢，有个好的沟通，有效的沟通。那才是最重要的。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大家。